我很小的时候，职员是我想要抢银行。你知道芳疗师是一个接触身体的工作。我们去上班的第一天，现在大家找一个同学互相练习，把衣服脱光，我都叫他妈咪啊，我都还可以在他面前，然后他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我在地上打滚。他半个月没有吃东西，10天没有喝水，可是还是没有死。所以你知道那个最后的痛苦，其实是在每一天他醒来，然后看着我就说为什么我还没有死？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他就说我还想活，我愿意吃东西，我现在如果吃东西，我能不能继续活下去？我定义我自己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孩子，可是我现在孩子的身份已经结束了，我没有跟他一起完成。但是我也是想过说，所以我日后会想要完成它吗？还是我会想要把这样的一个遗憾永远放在那边？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是一个平常会想很多很疯狂的 idea 的人吗？我觉得我通常会想很多非法的事情。例如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有各种志愿，其中一个很大的志愿是我想要抢银行。是我会去看很多银行抢案的新闻或者是电影，然后我一边看一边在想说，这中间他为什么会被抓？他为什么会被坑？为什么会最后会是失败？一定有个理由。所以，可是你说为什么抢银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部电影，我觉得影响我很深，叫《斗阵俱乐部》。这片里面其实主角最后是把就是城市里面的这些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全部爆破。对，因为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万恶资本主义的象征。对，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其实说小时候也是大学的时候了，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可能我的左派灵魂就是会被燃烧，然后我就心里面一直觉得说，对，银行或者是金融体系，它就是一个万恶的体系，所以我也想要去抢钱，我就会去找像这样的机构。所以我的想象力有的时候就是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想，如果去抢银行，我该怎么抢？所以我的志愿其中之一是要成为一个完美犯罪的银行强盗。但是又不能被抓到，不能被抓到，抓到就弱了。对，但是会不会最后变成像所谓的义贼，真的会把这个钱拿去什么分送穷人？掉天顶不一定，不一定会这样。只是这个是在我的想象里面，我的几个幻想的职业。哇塞，这听起来很酷耶！可是我小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志愿，是我想要当总统。你看。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厉害哦！好像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样。虽然我的学生都说，有一天我如果出来选，他们会投票给我，但是我妈说她绝对不会投给我，为了台湾的前途，所以我这种人是不能当总统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志愿。这种人是什么人？你觉得你会怎么形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的，不是我啦。对啊。所以那你会怎么形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我觉得我是一个尽量不想被任何事情绑住，想要在一个比较没有规则的状况之下做事的人。我会形容说，我想要去得到的就是极大的自由感，所以我只要觉得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不自由或绑住我，我可能就会想尽各种方法要摆脱它。这也是我的弱点之一。为什么？怎么说呢？这听起来是个强项啊。不会啊，例如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立志说我这辈子是不会买房子的。可是我不想被一个框架，或我不想有不能被带走的一个不会动的东西。对，不动产听起来就没有很自由。对，这个概念其实就会影响到，例如说一个人他的理财生活，或者是会影响到你的资产分配嘛。那可是以台湾的社会氛围来说，一个所谓有能力买房子，但是却坚持不买的人，是会被人家认为是很奇怪的人。所以我由于坚持自己的坚持，而会需要跟朋友或者是跟认识的人唇枪舌战，或者后来我就放弃说服的机会，其实也还蛮多的。但总是会有人问，你就要解释。我假设就是说我真的所谓财富自由，我就不工作吗？我想不想工作跟这个之间有没有财富是有关系的吗？没有关系，对我来讲啊。所以我的那种想要追求自由是已经到了说就是
我完全不要有房子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许有时候是别人看我会觉得比较奇怪的部分。因为你的内心其实你知道很疯狂，可是你的行为其实并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芳疗师，我当时其实想要成为的是一个社会运动者。非常左派的一个想法，对抗体制，对抗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是其中一个理由。还有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很神奇的书，叫做《野外求生》。《野外求生》那本书上面讲很多野外的植物啊，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例如说，他会教你怎么样去捕捉一只熊。所以我就看这书以后，我就很心生向往。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心生向往，对，那个时候的志愿就是说，我也想要在野外活下去，我想要认识植物，我想要去接触更多大自然里面的各种奇怪的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参加环保团体，跟就是社运团体里面就是比较偏环保生态的那一种。所以我在成为芳疗师之前，其实我是在社运团体工作，而且我们那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公投法，我们每天就在立法院的前面摆一个摊子，然后就是说请支持联署公投法，然后只要有人经过请他签名。跟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社会抗争的时代，所以可能你就会在第一线，例如说跟警察扭打，对，有。但是后来有一天就发生一个转折。就是我在一个社运团体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去上山野外去踏查，就是做一些，有时候我们去看快木林有没有被盗采，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子。结果我就去花莲后来就在花莲的木瓜溪上游，就是我们现在讲同门龙建那个地方，它是台电的保线道路，那边好几个那个水力发电厂，就在那边就出了车祸。然后那一次的车祸其实只是受小伤，我的膝盖受伤。那个事件其实对我来讲，为什么是一个转折？因为从此我妈她就不允许我在做原本的社运团体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嘛，然后她就觉得说，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你去跟警察在那边冲撞，或者说你还要去野外去山上，然后以他的标准就所谓的不务正业，就没有做危险，对，没有做一个正常的工作。那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单亲家庭，那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会有一种连结，是你会想要去不要让他失望，至少不要让他担心之类的。但是我以前都觉得我原本都装得很好，其实我想他应该心知肚明啦。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我待在城市里面，可是我又觉得我喜欢植物，我有什么工作是我可以做的？所以才会想说，好，那我来做个芳疗师好了。我觉得那个转折就是从第一线你想要去做很多社会运动，然后到你突然觉得说，或许我可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跳痛的过程，超跳痛。对，你觉得你了解你自己吗？我觉得我不了解我自己，应该说我觉得你觉得你不了解你还在认识自己的过程。甚至像我觉得我不久前还在想说我都这个年纪了，我现在还在去想所谓人生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职涯，就是说我是不是以后我工作要这样那样。我想说是很少人到我这个年纪还会考虑这个问题嘛。但是我前几天其实都还在想，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活在这世上要做什么，有一天我要怎么样去结束这个人生。 OK， 那我问你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吗？是啊，很自私。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我是一个坚持不生小孩的人，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有很多自己的考量在里面。例如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我的人生不想要有一个东西才能让它圆满，我希望我自己的存在这件事情它就已经是圆满了。所以你可以形容说这是一个自私，就是不想要再多加任何东西在那个上面。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指责说你很自私，对不对？所以那我也大方的就接受，
就是别人这样的批评，就是说啊，你很自私。我说对，我很自私。对，我会想到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可能不会为了就是小孩，或者是不会为了要让家人父母满意，然后而有小孩。等等，但你会觉得想要让自己圆满跟自私，这个是等号吗？它或许不是等号，但是应该说对他人想让自己圆满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不想要有除了我以外的别的东西。所以你可以说，就说是不是自私？那我们定义的自私，我觉得这边可能就变成像是，大部分情况之下，我只要有我自己就够了。但是因为你现在下的这个判断的自私，其实是外面的人给你的评价，所以你就OK， 我就承认我就是自私。可是你并不认为他是自私啊，所以他就不是自私啊。应该说每一个人人都可以就是为己嘛，对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以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优先考虑我自己的事情，再去考虑别人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的定义里面这是自私的话，我觉得那确实我就是这样。我不会去特别觉得自私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价值判断在里面的，因为我可能觉得大部分的人在意的东西可能刚好是我不在意的。应该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在意别人眼光的事情，可是我在意的内容跟别人的刚好又不一样，所以我会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或看法呢？会，可是我在意的东西可能跟大家会有一点点差距。那我问你问题，就是你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它随着我的年纪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变化。我小的时候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正义。我大学的时候我还特别去修了一门课叫正义论，因为那个时候我曾经非常相信，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超然的绝对的东西叫做正义，是我可以信仰，跟我觉得我可以相信它有一天就是会被彰显，或者说它可以用一个方式很公平的呈现在世界上面。但我后来过了一个年纪之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运作方式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所以有没有正义的存在呢？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对它存疑，就开始进入到就是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相对的价值，就像刚刚我们讲到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有些人觉得自私它是一个坏事，有人觉得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发展的时候你可能为了求生你一定要达成的东西，也有人可能觉得他就生活在一个很竞争的环境，所以自私就是好的啊。就像我说，他可能就是在不同环境当中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有一天，我觉得在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相信的正义这件事情，它其实可能是我必须要放下。我如果没有放下，我会觉得我人生会有很多的困难。就是我如果一直坚持去相信正义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跟我想象的落差非常大，会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我就把这个价值放下来了。那放下来之后，我就开始相信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是什么？例如说，你从正义是一个绝对的价值，那接下来就变成说，我就相信多样性，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对，你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每个人可能有他的，应该怎么说呢？有他的限制，有他眼界上面的限制，就是只有在那边。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学习到一件事情，我以前其实是一个会用自己一套标准去批判别人的，就是说，我觉得你一定要符合，就是我的这样一套就是正义的标准规则，某个规则。不然你就是坏人。对，对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坏人的。OK， 那你相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是哲学上面的最基本的问题啊。它其实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人的恶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已经变成是这样子，我就相信多样性。什么叫做是一个人的恶就是另外？怎么说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概念没有啊，这个概念就像是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馅饼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嘛。所以我相信，我以前相信一个绝对的正义，后来我相信正义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正义的标准。所以当我
坚持我的正义，我觉得我在做好事的时候，别人可能觉得我在做坏事。所以我现在认知的世界可能比较像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当芳疗师之后开始的一个体认，就是因为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那每一个人他见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去讲很多他内心的心路历程，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发生过的人生故事。以往的我自己，我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把尺去批判他，然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到后来，你就慢慢的知道说，哦，原来他之所以会这样子，他还是有他的一个理由，或者是有背后一套他自己的信念运作的方式。虽然我不能理解，可是那我只能就是去接受说，这就像很多植物它天生就长那样，你要说它长得丑吗？可是它就喜欢开这个样子的花，或者它就喜欢长那样子的叶子。所以我从只相信一个绝对的正义到相信这个世界是非常多样化的，我觉得这个历程上面是自己已经受过很多次伤，然后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就是最后就是认识到，哦，原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超过我想象的有这么多不同的样子。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成为一个芳疗师会有机会看到的事情，因为平常人你说你会有机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讲很多非常私密的事情吗？我觉得是不太有机会的啦。但是因为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就很多人会跟我讲一些他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因为你的生命历程看似就是从一个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后来你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是相对的，那到现在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仅存于相对的事物而没有绝对的事吗？我开始不相信绝对这个东西，因为相信绝对，其实你就是相信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像是它就是一个客观上面，大家所有人无论你是谁都觉得它是好的。然后我以前曾经有一次，我跟我前老板讲到说，我做了一个梦。那一阵子我常做这个梦，就在梦里我在杀人，但是我梦里杀人其实是杀的很愉快的，就我拿着刀耶这样子去刺人。但是有些人就是杀人以后，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很 guilty， 或者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很焦虑怕被抓到。可是我在梦里面其实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当然它是一个梦境，但是不是实际上在一些其他的社会，或者说在另外一个异次元的空间，那我们现在会觉得很绝对的一个价值，它或许也不是那样。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对于说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最超人、最绝对，大家都相信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或一定不做，我其实已经没有这个信念了。没有这个信念。OK， 所以对你来说，信仰是绝对的吗？信念或信仰它是绝对的吗？应该是说人到底要不要有信仰或信念这件事情吗？因为对你来说，对我来讲，有信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信念不是绝对的吗？我不觉得信念是绝对，不觉得信念是绝对的。就像这句话，就像有些人说，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所以我的信念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多不同的样子，就是每一个人就有他自己认为的正义，每一个人就有他自己认为的一套价值标准。我现在不认为这里面有所谓真正的好坏高低之分，我觉得他就是在过他想要走的那个路线而已。那但是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我的信念，那你要我从里面挑一个我觉得最好或者是最有价值的，我没有办法选出来。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以你经历过这么多微博这些事情，或是过往的经历来讲，你到现在仍然愿意想要相信的事情是什么？现在仍然想要相信的事情哦，还有吗？应该说，我觉得我还想要相信的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人性。我想要相信人性是善良的，就是人性本善这件事情，就是它的本质。我还是想要相信，就是一个人天生他的本质可能是我们大家觉得善良的，但是你说他为什么变成一个坏人？
或许就是后天很多很多事情的影响，就要变成一个坏人。这是我想要相信的事情，它是不是一个事实？我想要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也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事实。所以，因为你现在在问的是说你最想相信的，可是你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原因其实是你如果不去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日子或者说你的人生，它就会很难顺利的往前进。因为你每天就要怀疑别人。有啊，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希望你的人生想要顺利往前进了，是吗？人生至少目前是没有卡住的，但是我举个例子，例如我有时候要去印度，对，1年大概都会排一段时间去印度。我在印度的时候，通常就不相信人性本善。你去到那个环境，对，去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好像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当我现在就是以我原本生活当中运作的方式，我相信每个人之间都有善意，大家都是善意出发的时候，你在那边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信念，就刚才讲的是要不要相信，它可能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来讲，解决问题的方法。OK，怎么说呢？就像我说，人生你如果不去相信一个东西，你就会卡卡的，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做事、跟人相处。OK， 所以它是一个策略。你相信什么事情啊？相信什么事情是一个策略。OK， 对你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人每一个人相信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相信的都不一样。我有一个，因为我之前是在电视电影界工作，然后我最记得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年纪大我非常非常的多，那他就像一个长辈一样，但他讲话从来都不讲清楚的。然后他有一天突然间他就跟我讲，婷，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那么你必须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事，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他约我吃饭，然后这是一个干话吧，就是什么都没讲啊。我们吃饭，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30岁不到，其实我才28。我想这句话想好几年，我就在想说，那有一个绝对的东西吗？那个是一个人的那个信念，然后那个信念是可以维持他走多久？因为我在看他在经营电影公司到现在，他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信念。我不明白，属于他的绝对，他就是有一个绝对的信念，走到现在不可撼动的原则。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也不会理解。我到现在还不理解啊！我说真的，我这句话到现在，我想到现在我没有自己的答案，所以我经常在问别人很相对的东西，因为他是比我问的所有的问题框架还要大嘛。相对跟绝对的东西，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很有趣的，就是你到底相信什么？这个很难回答，这非常难回答。我觉得这事情应该要回归到，如果一个人他曾经有绝对的信念，为什么他会丧失这个信念的问题？例如说我以前可能在社运团体，那我们做很多的社运工作，你常常也要跟政治工作者有一些往来交流，所以一个人之所以会去想要投入到这种社运工作，其实你一定是有某一个所谓信念这个东西存在，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一定有，然后或许很多人就会，有时候我们现在在政治上面如果批评谁，可能就会说他缺乏信念等等，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你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所谓 core 一个核心在那边。但是我觉得我原本的这个核心，或者说原本的一个信念，它可能原本是我就把它设得太高了，可能这个东西就被我抬得很高，然后是在一个或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他真的能够符合。那当你去从事一些社会工作，看到很多人性的黑暗面，跟你去看到很多实际上真实这个社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就受到挑战嘛。对。然后受到挑战之后，所以我觉得人会从一个你相信某一个东西，如果说正义，然后到慢慢后来就不要把它放下了。他那个过程一定是经历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那个历程，它不是一夕之间不见的。所以我现在会说，对我目前来讲，觉得那个绝对的东西，我现在已经把它放下了。为什么我就说我要把它放下？这是因为我原本可能设得那么高啊，但是
我在那么高的时候，我就站在一个很高的山上，然后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觉得说你们在干嘛？你们都是白痴吗？然后但是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过生活，如果不把那个标准降低。可是我现在的标准可能降，已经觉得众生平等，或者是觉得说啊，没关系，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道理，人人都有一把尺哈，我就尊重你们所有人的尺。它其实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啦。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我想到我小时候，20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信很多我们觉得应该要有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相信这个人应该生而平等。那出来工作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社会打得乱七八糟，然后就哇开始怀疑这个我当年相信的这些价值到底是不是真的。怀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有一天会觉得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被你们打了这个乱七八糟的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你最后会想要把那些你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慢慢放下来了，但是你内心总还是会有一些你所相信的，你所坚持的，你不愿放弃的那些，对你来讲可能是原则也好，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细节也好，那些细节可能对其他人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但对你来讲是重要，所以你比如说你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你来讲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之前曾经讲过那个东西，自由，我绝对我的底线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就是自由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管我，或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挥我要往这边走或往那边走，然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绑住我，所以我可以随时放下就放下，或不要就不要。我觉得我想要享有这个绝对的自由，这个是我觉得我的底线啊。所以如果说你要让我回去再去做上班族，朝9晚5，被一件事情或一个责任绑住的时候，我其实可能会逃走，因为我会觉得说，哇，这个我压力好大，就是我失去了我的自由。那对你来说，你为了要追求自由，你觉得你牺牲了什么东西？你有牺牲任何东西吗？或者你有付出任何东西去换取这个东西吗？我觉得目前或许没有真的对我来讲是牺牲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所有就是为了自由我要做出的改变，最后对我来讲其实都还算是一个正面的结果。就像例如说，那个不买房子啊，或不生小孩啊，或者是不做一些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应该要进行的正常社会人士要做的行为，社会的期待之类的，我都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是牺牲的。像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做了很大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还好。那可能就是我会稍微侦测一下，当我现在发现有一些有人想要掌控我，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外来想要来控制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赶快逃走这样子，所以还来不及付出什么代价就已经逃走，对，消失不见，离他远一点，就消失不见。所以谈恋爱大概也是这样吧，就是如果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有人就想要掌控你哦，或者是他跟你讲你要怎么过生活，或你要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在这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感觉就已经逃走了。你会害怕陷入一段互相要负责的情感吗？会耶。虽然我这样讲，但是我也是已婚人士，所以奇怪。我觉得已婚人士不会，我跟你讲，已婚人士讲出来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大部分的已婚人士都是这么感觉的。他说：“对，我不想要负责，可是为什么我是已婚人士呢？怎么回事？”可是有时候你这样问说：“你相信人性本恶还是本善？”你知道我很难中性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脑海就会直接跳到大二伦理学，讨论性恶性善，然后人性的不同，比如说道德相对论。我的理论或知识性的架构会不小心掺杂进来到个人的想法，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分开。就是我就说，对，这有很多看法，我就说很多看法跟我们所以其实你根本就一点都不自由啊。
你会说，可是你为什么不说这很自由呢？我可以这样乱讲吗？可以这样乱讲吗？思想受到限制。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又保守又想要自由的人。哇，好矛盾哦。对，我刚听到，对啊，你是一个极度想要自由，但你又极度保守的人。我的感觉啦，就是听了1个小时，我听你所有说出来的话都是自由到一个靠腰，我都很想要去的地方。但你忽然都会把自己拉回来，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前阵子有被人家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说，你都说你最重要就是要不要人被管，不要自由。对。但他就点出一个事实，就是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租过房子，没有住过宿舍，没有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单独的住过。他说：“你这样有什么资格说就是自由？想要自由？你就是一个妈宝，也不能那么夸张啦。就是说，你就是一个都念家里附近的学校啊，中山区的，对啊，然后就是连大学都没有离家太远啊，没有出去外面住宿啊，没有租过房子，然后你就在讲说，你就是很要自由独立，所以我就被人家酸了一顿。我就想一想，好像是这样，所以你要说保守，可能也是对不对？没有那个真的是什么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真正的流浪。你看我就算什么，我就是去印度啊，我每年都去印度，可是因为我去印度都是有很多地头蛇，有人带着啊，就是很多当地的朋友啊或什么，所以去那边其实也是长期就是会有地方可以住，可以打卦。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对你提出的第一个疑问啊。你的思想是非常疯狂的，可是你的行为是非常保守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种矛盾的纠结，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或许我也有，他也有，你也有，但那个纠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可能是我因为是原本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就一个是一个想象中的你自己，跟一个是实际中的你自己。那我们在这个实际跟想象当中，在那边你知道拉扯，或者是很多时候可能不见得纠结，但是你还是会向往那个另外一个状态。你的人生的历程，感觉上就是你会去做一些更疯狂的事情，感觉上是，就你会试着一直去突破一些东西，去打破一些东西，你想要去对抗一些东西。我觉得任何事情呀，对我来讲，我想要同时看到这一面跟另外一面，然后这两面，它如果是在一种不断冲突、矛盾，然后战争，就是一下拉锯过来，一下拉锯过去的时候，对我来讲，那个张力的状态是最开心的。这样我也听懂，这样就听懂了，这样我听懂了。所以你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爽快嘛，就是你看到结果的时候就觉得无聊了。所以你说一定要到那一边，就是可能也如果说你看到对岸，说看到那个东西，我真的过去我会开心吗？好像也不会，也还好啊。我懂。你就死小孩啊，小孩吗？原来是这样，难懂。我懂，就是你那个享受的其实是那个战争的过程。对啊。就你知道，你那个享受的就是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要那个包，然后讲了800年，那妈妈跟你讲说那个包很贵，我不要买给你。当他最后买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死小孩行为吗？当然呢，那我也是死小孩。因为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是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就是发生了8年。这8年呢，就是我每一次在开课，我开课之前就是花很多时间准备，然后上课很痛苦，然后那个历程我每次都很辛苦，我就开始公开说，假设我这一次顺利的把这个课上完，我就要去买一个什么什么的包包。但是我最后没有买。我课有没有完成？有。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可能也做的自己还蛮满意的，可是我就没有买。第2年，我又一样在脸书上面公开宣称，我这一次过得了这一关，我能够把这个课准备完，我就要去买一个某某牌的某某包包。又过了第2年，这事情总共发生了8年。就那个包到底买了没？我终于在前年2022年的时候，在朋友的压迫之下买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听你讲这个事情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那个包包又不是什么很贵的包包，它大概价值在1万块左右。哇，真的不贵，真的不贵。对，然后但是
我就没有买啊。就是说1万块是很多吗？没有。可是我就觉得说，我每次我就会举个例子说，这就是漫画里面每次金田一这种推理漫画杀人的，里面就会有所谓立 flag。就是会有人就说我如果把这件事情完成，这个事情解决之后，我就要回乡下结婚了，但最后他就会被杀。我就说我每次就会立一个 flag， 就是说我把这件事情做完，我就许一个什么什么的愿望，许个愿了。对对对，可是所以对我心里来讲，这件事是不可以完成的，完成我就死了。我买了一个包包，不可以完成，我不可以完成，完成就死了，不可以完成就死了，所以我就是会立一个说，我如果做完这件事情，我给自己一个犒赏，一个目标。可是我就算达成，我也不会去得到那个。懂，就是西给他叫 M 人呢，M 很 M 这很 M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脸书上面不断跟我讲说，你那个包包到底买了没？我们已经听你讲了第几年，而且我一直推坑到所有朋友，大家都买了好几个，他们都有好几个，然后我一个都没有。那你2022年买了以后呢？我隔年我又说，假设我完成一件事，我就要买第2个。但现在已经你买2024年还没有买。你2022年买了之后，你有开心吗？我有我有开心，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就是会设一个目标在前面，然后你真的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其实你没有很开心。对他不是他是另外一种，他是开心的，很开心，他是开心的。我拿到那个目标之后，我都没有很华裔，对，然后我就会去立下一个，就会把那个标准定得更高。可是你是开心的。那我问一个问题，你是害怕你自己懒惰的人吗？蛮害怕的。我每天都在说我过得很废，然后旁边人都说没有啊，你明明没有过得很废，你都很认真在工作。我说我好废哦，我每天都在打混摸鱼看漫画，然后别人都说没有啊，我看你都是很忙啊，在工作啊。所以这是什么的状况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也是那样的人啊。什么人？就是我是从你的角度，他还是很混吗？对啊，就是我是害怕自己很混的人，所以我要告诉我自己，比如我要定目标，我要做什么事情，做到那里。但我真的做到那里，我其实不需要那些我当初定目标的那些奖赏，我只要到那里，我就觉得安心了。但如果没有到那里，我会很害怕，或者我会很恐惧，因为我会觉得我太混了，我会怕我自己一事无成，我会怕我自己太混，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奖赏一直以来都是假的，你根本不需要那个奖赏，我觉得啦。如果拿到那个奖赏，干嘛就无聊？那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有在想这个事情，是那个差别是在于，你是害怕自己很懒，所以把你自己到达你所以想要到的地方，跟你是害怕你这辈子一事无成，所以你想要到的那个地方，那是有差别的。那你是哪一个？我是害怕我自己很懒。但我相信一样，但我相信我这辈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有成。那我是你是害怕自己会没有成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害怕的背后的原因是不太一样，那可能跟自己的过往或者是经历有一些关系，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像我就是我明明很累了，然后我也很想要放空，我也很想要耍废，但我会告诉我说，你今天不能耍废，你要想办法做一点什么事情。对呀，然后你做到了，其实你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样，但你至少会安心一点。我对得起我自己之类的。我觉得我在某个程度上，你会吗？我有一些这种。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我比较不会真的去设，因为我举例来讲，我是一个没有日程表，或者是我没有那个什么手账，然后记今天要做什么啊，就是这种时间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没有设定说，就是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如果今天一整天，然后全部这样子都废的，那很废。隔天我就会觉得说，我昨天很开心过了一天开心的生活。那我今天就要开始做事，我就会为了昨天而开始痛悔，然后会很多罪恶感，昨天的废而有罪恶感。对，但是今天会不会做事的一样不会，我最后就会。那你会有罪恶感？我会啊，但是我会抱着罪恶感继续混下去，一边觉得有罪恶感怎么办？我对不起大家，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再把所有事情做完。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我完全没有罪恶感。
你们完全没有这个感？我打混就打混，没是吗？他是完全没有的。我在过程当中，我完全就是混到一个爆炸，完全不用有罪恶感。我完全没有罪恶感，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在想，我都在脑袋里面盘，就是这个要怎么弄。那你还是有在工作嘛？可是因为我的脑袋它就是长这样啊，我是可以一边看烂片，然后一边思考的人。他是脑袋有在想，但他实际上没有在做任何事情。对，然后我就会提醒他说：“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堵然，对，太积极嘛，因为你知道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到底在干嘛啊？可是这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前面那个打混的时间，我是不用脑的。我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就是纯打混。但是纯打混就是既没有动脑，也没有去想最后该怎么办，就是享受那个打混的时间，跟那个罪恶感，跟那个拉锯，好爽哦！就是我又打混了一天然后我的死线越来越近了，然后我就开始期待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会把自己虐待到什么程度，来把这件事情完成它。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了。那问题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想要变坏的好学生。嘿。是这样吗？为什么不是一个想要变好的坏学生？不是，你是一个想要变坏的好学生。好像有点道理耶。终于遇到一个了解我的人了。你是一个来喝酒，你是一个想要变坏的好学生，想要变坏的好学生，他也是啊，你也是好学生，他想要变坏的好学生，想要变坏，不是，我是一个担心自己变坏的好学生。担心自己变坏的好学生。那你上次说我是什么？我想要变，你是想要变好的坏学生。所以这是有一个交叉点在这里。所以我是坏学生。其实我觉得好学生、坏学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事情，但它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是因为你不管你是好学生还是你是坏学生，你都会对你的人生有另外的期待。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其实是你到底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哇，这是一个大哉问超大的问题。我觉得我给自己一个期待是，我希望我一直有一天到很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每天过着看漫画的生活，每天要看2个小时的漫画、3个小时的漫画。然后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大概是我的期待吧。我不会想要说有一天我会觉得说这是小朋友的东西，这小孩子的东西很幼稚很无聊，然后我就把它抛弃了。我就想要还是要过着这样子，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生活，就是想要维持一个希利娜的生活。真的来，我是个希利娜吗？对啊。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虽然我刚刚说我是这个房子里面最老的人，我才是希利娜吗？所以我希望我到90岁还是一个希利娜。对，我有感觉到你其实是这个房子里面最幼稚的。真的哦。我知道这个幼稚是个称赞。谢谢，纯真。这怎么办呢？那没有什么办？我想社会化啊。问题是，没有，没有。但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社会化呢？有人期盼你社会化吗？有谁？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啊。那关你屁事啊！你知道他们当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每叫我一声老师就一个压力。老师这2个字就是，它就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没有，这里面都很多的投射。就是人家那是别人的投射，不关你的事啊。对，但是你会想要给一些回应嘛？不然你可以换一个回应啊。就身为你们老师，我希望我活得比你们更自在，让你们可以好好学习。我觉得你刚刚说会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我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是会在意的。就例如说，人家就说：“你很不社会化。”我有时候在想的事情是，就是在我们很社会化的同时，比如说我去看小孩子啊，或者是去看他们很单纯的一些想象的时候，我都会去想说，是他们不够社会化，还是我太过于复杂了？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他们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我没有心得。你什么心得？就是在跟我女儿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这件事。就是你在教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教他们社会化？对。可是，在同时，你又会觉得说，你希望看他们长成自己的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常常在跟他讲说，尊重别人是 OK 的。但
不要超越那条线，超越那条线就没有意义了。那条线是什么？那一条线就是我可以尊重你，可是我没有一定要附和你。对，但同时间我也需要尊重我自己啊。对，对我自己的欲望，我就想要现在就想要摆烂啊，我就想要自由，我想要看漫画，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分开来的。我有没有我要不要过度的社会化，跟我维持在尊重这条线上面。可是我觉得你讲的东西好难哦，就是你要维持，就是说你又尊重别人，但是你又不能过度附和他。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就需要很多的练习，因为不小心我们就超过那条线，或者是不小心你就会退缩的太多。所以我觉得像你说，这对小孩子，他可能就从小他就要开始练习这件事情，然后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既做自己，但是我不冒犯别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我搞不好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听起来觉得很困难，你觉得很简单吗？我其实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先去理解别人。理解别人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吗？我觉得是吗？你觉得是需要先理解别人吗？应该是说，很多人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嘛，倾听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倾听其实就是理解别人的一个过程。倾听就是理解别人的一个过程。那我愿意先做这件事，就这样子而已。这个是我近期的感想。每一个人他其实都需要被理解，但是愿意理解跟真正理解，它中间还是有一个距离存在的。当你愿意理解的时候，就已经趋近于真正的理解了。但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可以去理解任何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没有，可是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前进，我觉得就已经是最好的开始，那已经是释出最大的善意了。我就真的就是曾经问我妈，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说你相信什么？然后你有你的信仰吗？你还相信你的信仰吗？可是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前年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我妈妈过世。然后她过世之前，我们其实经历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居家安宁，她开始得癌症，就是2003年开始，就是我一路照顾她到2021年，这是10几年的过程。哇！然后在最后那个阶段，就是大概从那个他的癌症到就是扩散全身是2017年，所以2017到2024年，这4年是就是我觉得人生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我同时要工作，然后要照顾他，然后跟就是那个时候状况非常的差，我们可能就是每天都要就是清理灶口。我们没有请外佣，或者是没有请看护，我全部都自己来做，然后每天煮饭给他吃，就是照顾生活起居，然后带去医院等等。然后到最后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就觉得我终于忍不住要问他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可是我觉得宗教跟信仰是两回事。就是你在那个宗教里面不代表你真的相信，可是我觉得人生终于就是要走到最后的终点了。我们之前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原本是往来医院跟家里，最后他跟我说他再也不想去医院了。我就说好，我们跟医生说我可不可以做居家安宁，然后我们就回到家，我就每天要面对他，然后每天我们就开始讨论很多我觉得一个人人生到最后会想要去询问的问题。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还有信仰吗？你还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吗？或者你相信说死后灵魂会去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那你会害怕吗？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给我的回答都是就是说他不害怕，他已经知道这是人生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嘛，因为我们都做居家安宁了，我们居家安宁大概1个月而已，每天的过程你都在处理很多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有一些朋友在跟我讨论的时候，我都说
没有资源，其实做居家安宁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过程。我已经是属于比较有资源、有人力，然后又做好心理准备的人，我都觉得这个过程每天我都有很多的炸弹要拆，然后要处理、要解决。例如说，可能在某一天，你就会发现说，他今天管线掉了，所以他肾脏有一个口，从肾脏那边会不停的有尿液从肾脏一直流出来。可是你既不能把管线装回去，你也没有办法封住，你也没有办法任何方式处理，你就必须要去处理从肾脏出来的东西。然后可能胆囊这边就是胆汁绿色一直流出来，然后我们在家要处理这件事情。那个阶段我就每天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也问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母女从来没有机会去真的去讨论这种人生终极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是逃避，或者说就觉得说啊，反正就是一家人，你不会去问这个，就是好像很冒犯。未来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对，可是我在最后我说你会害怕吗？刚开始的时候说不害怕，后来有一天开始，他就是没有办法再进食，没有办法吃东西，然后也没有办法喝水，所以我就后来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人家说不喝水10天会死，就不是7天会死吧？一般人是这样讲，就没有他大概半个月没有喝水，15天，然后没有半个月没有吃东西，10天没有喝水，可是还是没有死。所以你知道那个最后的痛苦，其实是在每一天他醒来，然后看着我就说为什么我还没有死？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原本我觉得我是一个已经放弃信仰，跟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不再相信宗教的人，可是在那个最后那个阶段，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祈祷，可是我每天祈祷是说赶快让他解脱吧，因为他每天都很痛苦，但是不会死，就是已经7天没有喝水，十几天没有吃东西都不会死的状况，每一天醒来都非常的辛苦，然后所以我就看到他逐渐开始害怕。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姐姐，我还不想死他就说我还想活，我愿意吃东西，我现在如果吃东西，我能不能继续活下去？我就跟他说这事情不是我能够决定的，然后我就突然在一个状态当中觉得突然很难过，可是难过的那一瞬间是我原本一直很相信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好几年的时间慢慢在准备死亡这件事情，然后跟花了很多的时间互相陪伴跟相处，可是我觉得我那瞬间就崩溃了，就他跟我讲说他还想活，他愿意吃，我说我现在如果吃东西我可不可以活更久，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难过好难过，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就是自己面对跟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做了很多这种人生终极的讨论，那种讨论其实就像我说，很像是你们有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什么信念，或者说你有什么相信的东西，跟自己很亲近的家人，如果有一天真的会有机会讨论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想可能就是在这种阶段他有办法，他有可能会发生，然后但是我们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但是最后就是我就经历了这一段对我来讲就是说好像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所有的东西就在那1个月全部都燃烧完了，就是居家安宁的那1个月，就我所有人生学习到的一切知识，我拥有的照顾别人的技能，我的耐心，或者是就是我的信念，跟就是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那个月就每天就耗损。大家都说要去安宁病房，那但是他是不愿意的，所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已经连吗啡贴片，或者是说就是我们任何的方式，我每天帮他按摩，每天用精油，然后去处理他的不舒服的症状，我愿把我所有会的东西全部用在他身上，然后但是到最后一天，我发现他已经痛得非常非常难过，我就跟他讲说妈咪，我们可不可以去医院？我觉得我现在如果不带你去医院，你会非常非常的痛，你会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就一直说服他，然后他就一边哭，然后一边跟我说他觉得
如果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的话，那愿意去医院，我们就马上就是叫救护车等等。其实那阵子就常救护车去医院，但是我们就进去安宁病房。我们在安宁病房只待了1天，他就走了。所以就最后那一天，我是唯一一天，我觉得可以喘息，就是觉得说，哦，终于我放下我的责任，因为有别人可以帮我。因为之前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就需要自己去下所有的医疗决定，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腿软，因为觉得说，原来我要决定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安宁病房，然后那一天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啊，原来外面的天色很漂亮，或者说安宁病房看出去的景色很美，我觉得是唯一一天喘息的时间。然后，但是因为他就打了很深的吗啡，所以他就已经进入到很深的睡眠里面。我就在那时候我就开始放各种我最喜欢的音乐，然后我一边跟他说话，然后因为他会一直吐，然后就是胆汁会一直从嘴里流出来，然后因为免疫力丧失，所以整个嘴里面全部是霉菌，就是长满了很多那个很细的那个菌丝。我要用那个海绵，每天就是把它嘴里面的菌丝清掉，然后把那个破掉。对，然后就是它只要1天没有清，其实那个霉菌马上就会把喉咙整个挡住，没有办法呼吸。然后就是把那个胆汁啊全部就是清掉。待了1天，隔天大概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轻轻。然后我就发现他突然就是一瞬间那个脸色突然变白，然后我就去摸了一下他的呼吸，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护理站说他好像没有呼吸了，可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请你们来看？然后他们就赶快过来看，然后看了以后就跟我讲说阿姨应该已经走了。然后在护理师也走了，只剩下我跟他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说我好像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想到说因为我是一个就芳疗师，可能我们就学按摩嘛，可是我以前其实没有很多的机会帮他做脸部的按摩。我们在生病的期间做很多，因为身边人会水肿，做很多身体的按摩。我可能帮很多客人做过身体的按摩、脸部按摩，可是就很少帮自己妈妈做。可是你知道，一个人走的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可能不是很舒适，或者说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那我就想说怎么办？等一下我妹妹要来，我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现在那个痛苦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僵掉，就是皮肤还有温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赶快来帮他做按摩。你看按摩很多拉提的动作，沾一些这个油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就是去做，然后一边做我就觉得，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才是死人，因为我觉得我手是冰的，但他的脸还是温的。我就趁着那个脸还是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拉提的动作，然后把他的脸调到，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看了会觉得他是一个至少是安详的过程离开的样子。所以我就一边做，然后一边告诉我自己说不要害怕，然后不要难过的把这件事情做完。然后所以后来就是其他的家人他们来，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其实通常是只能一个人到医院嘛，除非有人过世。然后所以家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就看到了当下，就跟我说就是他看起来很安详，看起来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谓 rest in peace这样子。但我自己才知道那个过程其实不是这样，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记忆或者是这一件事情其实就保留在我这里就好了。我不会想要说就是我其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其他人去知道说那个过程的辛苦，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说芳疗师会什么呢？我就会这个东西。
等到家人都来了，然后其实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上的管线啊都拆掉，然后那些胶带拆掉，然后那个拆的过程，我就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以前学就怎么翻身，或者说怎么去面对一个身体的过程，我妹妹她没有办法面对一个身体，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所以我就跟护理师说，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用玫瑰水，就是玫瑰纯露。帮他擦全身，就是把那个所有那个胶带痕迹擦掉，然后胶带会留下一些，对，会留下，然后一边跟他说话，然后一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告别的过程，就是把这事情做完。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事件就是之后，我理论上其实是放下一个很多年的担子，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已经是理论上就是说，因为我照顾他很多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你照顾你妈妈生病，然后从2003到2021这么长的时间，你要工作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理论上就是好像放下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从那之后，我就突然开始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突然觉得原来我放下这个责任，然后我原本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但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所以你们刚刚问我说，人生还有什么期望？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好像找到一个觉得要去进行的目标，因为觉得好像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大致就在那边了。然后我有什么重责大任，我会觉得说解决了，所以我会开始觉得找不到那可能我原本就有点也是小屁孩，我定义我自己其实就比较像是一个孩子，那可是我现在孩子的身份已经结束了，你再也不是孩子，所以我再也不是孩子，不可以当孩子了。对啊，所以就突然就是我觉得我这2-3年其实就在一个重新定义自己，所以就是到前几天我还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活着要干嘛？因为我既不是父母，然后也不是孩子，对，也不是孩子，你就会开始像很多20几岁年轻人一样，开始去重新思考人生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然后就会在那边很茫然，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还在茫然当中。我其实也不晓得，就是说一个所谓我们会说有所谓的哀悼期或悲伤期，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时间要多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属于关系非常亲密的这种家庭，那所以说，从那个之后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也是在继续在修复自己。虽然理论上我们都会说用精油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自然疗法的方式，一个人可以修复自己，可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的去取代某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所以就最后就是还在追寻当中。Oh my god！ 怎么会讲到这个？对，我刚刚听你跟我们讲那个最后妈妈走的那个过程啊，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很真实又很，可是是。其实很感动了，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可是我就会觉得，在当下每一天做的决定，每天我都在后悔。就类似说，你每天呢，我最后只能说服我自己说，我们只能做当下最好的决定。可是每次事后我都会后悔，我例如说有一次，可是因为就是要就是他在。就是手术之后，我们就是会要从这个就是胆囊把那个多余的胆汁抽出来，有个引流的管线，然后引流管线有一个帮浦，然后那个帮浦啊，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滋滋滋就把一些多余的胆汁抽出来就对了。然后医生就交代说家属自己操作，然后我就想说好自己操作。那结果呢，我在操作的时候就是可能多按了一下，我就看到说抽出来的不是胆汁，我开始看到血了。吓死了。对，然后我就说
我就然后赶快停下来，然后跟他讲说你有没有不舒服？然后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知道，你只要做错一件事情，你就会不停的责怪自己，然后就是说我是不是伤害到他的身体，我是不是缩短他的寿命，还是让他很痛苦很难过，然后你就会陷入到一种就是每天天人交战，然后跟觉得说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我做了什么决定的那个状态当中啦。但是那个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说 OK，我每天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我要负担起的责任，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做好，到他离开之前我都不能松懈。所以到他离开以后，我觉得就开始就像说小屁孩，可是小屁孩一定是你要有妈妈在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是个屁孩，或者说你要有上面有一个人的时候，就他把你当成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对，我是个屁孩。可是当你上面已经没有人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屁孩，有谁可以看到我是一个屁孩的那一种，或者说好学生想要变坏，可是你要变坏给谁看呢？你已经没有对象了，没有对象，没对象。就是那一个，我可能无论我去当一个好学生，或者当一个坏学生的那一个可以看到的人，到底谁会在乎？就没有了。所以我还在找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还找不到怎么办？不会，还不知道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就你人生当中，你再怎么样，你会有个坐标嘛。那你因为那个坐标去定义你自己的价值，或者定义你自己的位置。当你的那种重要的坐标离开的时候，忽然间会某个程度上会很瞬间丧失你存在的意义，或者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但就是反正就是非常的刚好，每次就在我这种觉得说，我都没有，我不想努力，我不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些奇怪的工作会跑来找我。例如说，有一年我就做桌历，那其实桌历就是一个厮杀非常惨烈的募资市场啊。那我为什么同意做桌历？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不做一件事情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就会一直在一个悲伤的状态里面。每天哭 ，OK，所以那现在呢？这个好学校来找你开这个课程，也算是转移你的。我觉得也是转移，就是我昨天晚上还在哭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眼睛肿肿的。我昨天晚上还在想说，对，人到底为什么要活？我为什么要活着？或者是我接下来后面人生到底要干嘛？还在想这种，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想的问题，可是我原本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每天都会被非常繁琐的医疗事务占据，而且你同时还要去对抗，也不是对抗啦，例如说我们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你就会常会遇到很多人，他会有一套他的价值标准，例如他就觉得西医就是万恶的，药就是毒。那我同时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同时要照顾妈妈，然后跟要做医疗处置的时候，其实会面临很多的矛盾。有人就说，你为什么要让你妈妈在医院里面就是承受这个痛苦？然后你就必须要一边去接受这些杂音，然后一边又去做你自己觉得合适的选择。所以那个过程有时候就是很冲突，然后我会遭受很多的指责，就说你把用中药就好啦，或者是。就连就是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亲密的朋友或者是师长，他都说为什么不用精油就来解决，精油来抗癌或致癌？但是因为你自己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工作，你就知道它有很多的限制存在，所以其实要面临很多这种就是说你想要做的那个抉择，可是别人都反对你，或等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大家都后来终于结束了。可是结束了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整件事情，我还看不到它真正的终点在哪里。但你跟你妈妈之间，你觉得你有遗憾吗？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们其实是老实讲是有足够的时间的。那个足够的时间里面，例如说他2017年以后就是癌症扩散全身就是转移非常多的器官，
医生其实都觉得他绝对撑不过半年，但是我们不但撑到4年，而且我们这中间去了好多国家，我觉得就完成了很多，有很多 quality time。对，OK，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没有遗憾的，可是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悲伤在那边，是跟你觉得人生失落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部分。我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我目前还找不到方法把它填满。那个是什么？例如说，我可能有讲过一些我从小到大做各种奇怪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被妈妈责骂过。然后我可能就是无论是什么休学啊、逃学啊，还是被学校记过啊，还是例如说我坚持不写功课，然后老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觉得写功课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我觉得写功课是没有意义、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所以妈妈就到学校，然后跟被老师找来谈话，然后老师就说：“你知道吗？你家小孩他不肯写功课，我打他、骂他、罚他站讲台、记他过都没有用，他就是不写功课。”那我妈就问老师说：“所以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写？”老师就说：“他说写这个功课没有意义。”我妈就跟老师说：“那你可以让他不用写吗？”他如果考试可以考得过，他考试如果 OK， 你可以让他不用写嘛。如果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他可能是他不会想做，所以他就去跟老师沟通。我们这个世代很少有父母是这种类型的，是非常难，非常困难。我有时候跟朋友在聊天相处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哇，你这个是什么？就是人生首抽胜利组。可是他的胜利组并不是说你生在一个富贵之家，说你生在一个你的母亲愿意了解你，然后愿意接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家庭，而且还接受，就是说你是要这样的人，他就放任让你生长，然后跟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所以他不在以后，我会觉得那一个愿意了解我跟真正了解我的人，他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是真的了解我？我不知道啊。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找到一个可以担任这个角色的人，后来发现没有办法。恋爱或者是婚姻里面，就是对对方的期望或需求，他就在那边。或许假设我如果有下一段婚姻，我可以有这种对象，我也不知道嘛。但是对人生，如果我们人生很长怎么办？如果人可以活到80岁，我现在倒是想，人如果活到80岁怎么办？后面还会有什么？会遇到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可是至少在现在这个当下，我觉得就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觉得我也还在找。不是找那样子理解自己的对象，是在找所以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边。如果今天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那你也觉得你的责任也结束了的时候，我就需要找一个东西让自己觉得继续奋斗下去。那那个过去的那个责任有没有让你不自由的感觉？你在当下其实是痛又快乐着。我觉得我也在享受那种拉锯的过程，别人会觉得看我很辛苦，可是其实你在那个历程里面，你也是觉得你是在享受，跟你是在把握这个机会跟时间，所以我可能也不愿意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或者是去找外籍看护等等的来去处理。在当下，其实你说会不会痛苦呢？有的时候是觉得很辛苦，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可是我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有一天这个事情结束了，已经有绝对的自由了，对，然后我就会可能有一些像突然跑来找我的工作，来让我的时间被填满，然后跟让我就不会去花很多的时间哀伤或者是哭。可是我昨天晚上还忍不住，就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就突然想到，就突然悲从中来，然后就开始哭，哭了，然后晚上还做一个噩梦，就醒来的时候，我眼睛肿肿的这样。这种情况，你看已经过了，从2021年9月25号，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了，快要3年了，3年多，我还在慢慢的找一些方式来去修复自己。但是我本来会以为说，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我至少要从小屁孩到比较成熟。我真是小屁孩，我跟我妈讲话，我都是讲那种耳语，
然后跟我都叫她妈咪啊，妈咪，对啊，对啊。我一直到这样子的年纪，我都还可以在他面前，然后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我在地上打滚。地上，对，我就说我不想工作，然后我不想，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工作，可不可以不要工作？然后他就来安慰我说，你要好好工作，因为你想要买机票出国去玩，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要好好工作。妈妈还安慰你，对对对，就到这个年纪还要接受妈妈的哄，所以这是。然后忽然间妈妈就不在了。你会不会想说，你女儿有一天也是会这样子，就是到年纪很大都还在地上打滚撒娇，说自己不要写功课，或者自己不要上学，不要上班。我刚刚其实在想这件事情，真的哦，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蛮，我不晓得啦，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绝对的宠溺她是我想要给的。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给的，对。那如果因此让他变成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屁孩，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活到这个年纪，我们看了很多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死小孩啊。不是只有单一一个人心里面住着一个死小孩。我觉得我也是，所以当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显化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从小没有受到我妈妈或者是我爸爸给我很多宠溺，或者是哄我，或者没有完全没有关注。可是我这一辈子就一直想要去证明一件事情，是我知道他们爱我，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我。我觉得那个显化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但本质还是一个小屁孩，本质还是一个屁孩啊！我觉得我的没什么差别。我们不是会有一种内在的灵魂吗？就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中二生啊，就停在那儿，那我就觉得那是我最舒服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其实我会希望我的女儿是她有智慧去接受这件事情。不去强迫自己真的要成熟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很难，没可能。我觉得我活到现在看很多人对我来讲就是跟他内心就是住着一个屁孩。其实就是你一定会有，不然你可能是在你的伴侣的就是寻找伴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想要找一个完全包容你的人。或者是像爸爸一样对待你的人，或是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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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可能在你爸爸身上没看到的，你就要在他身上汲取之类的都有。他就是停在那个阶段里面，没有人是绝对成熟。没有人，这太难了，太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类，每个人都有，不是人。以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有内在小孩，就是用正面的方式去看待他，你或许就可以跟他共融。我会知道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过我接下来的日子。那你要跟他共存，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对，或者就承认我就是这么幼稚。对啊，不然要怎样？不然是要怎样？我41岁的时候的生日那一天，我就说，我终于接受了我的幼稚。我就幼稚，怎么了？怎么了？对，所以我说不定是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的幼稚，所以我觉得我找的伴侣对象都是比我更幼稚的。什么意思？就你刚刚不是讲说，等一下，这是什么内容？人可能会找一个，就是像爸爸，或者是像就是包容你的。就我觉得我可能找的对象是跟我相反的，就是我觉得我找的对象是比你还幼稚，比我还幼稚。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变成我担任妈妈，我就像妈去包容跟照顾。有，你忽然从最幼稚的变成学长了。对。变学长，我们是有分梯，你几梯？几梯？变学姐，真的。对，我刚刚比较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对，为什么我觉得我在关系当中就是会找到一个像这样子幼稚的对象，但是最后你在这个里面，其实就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没有办法当我自己呀，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我是屁孩的这个身份，因为
对方比你还幼稚的时候，你就只好比他成熟。我这样跟你讲，很多时候啊，绝对是找不到那个理想中的那个人。对，这个是太困难了，太困难。说，我超级无敌讨厌煮饭的。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有 gay 掰过一阵子，就是他刚结婚的时候，每天煮饭，对，还煮饭请了一桌，请了所有朋友来吃，对，哇，看起来很厉害哦，哎呀，还宴客，哎，鬼的 gay 掰成什么样子，我的天哪！然后那天拍完照之后，就再也没有煮过饭了。我想人都会扮演很多种不一样的角色在人生当中。你现在是别人的什么妈妈，然后你是谁的女儿，你是一个老师，你都是在这个扮演这些所有的角色里面，好像你要露出一个该是这个角色的面孔这样。我后来有一天突然醒觉，我在哪里？我在哪里？那我到底是谁？对，然后我想要干嘛？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厘清我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and 我自己。我跟你讲，我从那一刻开始啊，你再叫我煮饭，我不可能的，就是再也没有。对，我就是不喜欢煮饭的那一位啊。然后他每一次都说，每次都是我煮饭，你都没有煮，都我煮，是终于煮，对啊。然后我就回他说我煮的没有你好吃啊，而且我就不喜欢煮饭，怎么样？怎么了？怎么了嘛？真没怎样，然后我还是乖乖的去煮，对吧？怎么了？可是你只有用了1年的时间，你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我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意识到这件事。这个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整理这些所有的角色。有时候我们都在试着去扮演我们不喜欢的角色，有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会一直不停的有新的角色的需求需要你去符合，你有各式各样的角色要去符合，但永远符合不了这个所有角色对你的期待。只有到你有一天说，我被这些各种角色逼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说，老子不管了，我就想要这个时间我要拿来看漫画。对我女儿，你知道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要摆烂啊，不然你是想怎样？不煮饭要怎样？我们就这样啊。对，后来我就接受了这件事，为什么？我就说我就这方面就是比较弱啊，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这方面比较弱，重点是没有想要加强。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强的、比较弱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就加强强的地方就好了，其他就不要管它。反正人的时间就是有限嘛，不然呢？但我觉得像你刚刚讲，一个人要从开始做一件事情，觉得一开始觉得好像。例如说什么，大家觉得说，结婚啊，太太要煮饭啊，然后到你意识到说，其实我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也不擅长这件事情，到有一天真的觉得说，我就再也不做。有些人搞不好一辈子他都没有办法。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聊的，当一个贤妻良母其实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灌予你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要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件事，可是我就不是这一块料嘛。我干嘛拿这个社会所赋予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东西，然后灌在自己身上？我靠，在我身上就是不对劲啊！我后来就会去厘清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做不到就不要勉强。我做我能做的，我不去做我那些我不能做的，因为我就说我们一个人本来就只有24个小时，也没有人比较多。有，所以我有这个感觉，就是他最近摆烂都摆烂的非常合理。他都摆烂到一个觉得我都不可以责怪他的一个。他就说我现在就是需要摆烂，完全没有罪恶感。没有，我就没有感到，他一点都没有。我没有。我觉得没有罪恶感这件事情，某个程度上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某程度上也不错。因为这才是摆烂的高峰。我这种怀着罪恶感在摆烂的，其实就是对那个我要不是，我要澄清我要自我辩护一下，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他知道现在的摆烂是为了长远这个家庭和谐他有更远大的目标所以他现在摆烂是合理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接下来我做完这几个小时之后，我接下来可以更好的扮演我应该扮演的角色。没错，可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有时候摆烂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啊，你就会碰触到某一个点，你就会突然醒来了。
我不知道啦，我是这样啊。会有人来跟你讲说，你摆烂太过分了我跟你讲，只要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摆烂太过分了，我就继续摆下去。真的假的？就真是反骨对，你就是不可以稍微提醒我一点点，不可以都不讲，你反而自己会拉回来。没错，那你也是一个死小孩。我就是啊，我就是说，真的是，我就说，所以我就一直说，我就很接受我自己是个中二生。还好啊，你中二，我国小，我还是要叫你一声学姐哦。这样学姐。对，因为我会发现说，没有罪恶感，真的是好羡慕哦。我们这种还是有罪恶感，是怎么回事？我讲为什么没有罪恶感？我就吸金啊，我就是那个死小孩，他是架杠的吸金啊。所以我已经找到我人生的功课是要如何摆脱我的罪恶感。话说回来，就是你其实是好学生，想要变坏啊。变坏这件事情又有罪恶感又爽。对，但你就是不是架杠的吸金啊，那怎么办？还差一点。但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你原本是好学生，或是原本是坏学生，你只要承认他，接受他。放下他，要超越他，然后就最后你才有机会超越他。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就是你要超越你自己，只有你接受他，接受你自己是谁，你才有可能超越你自己。你如果有一天接受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强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你就不会去要求你要把弱项补起来。为什么听起来你是好孩子，但是还是好孩子？我是好孩子啊，他是好孩子，我还是好孩子。不是你没有想要变坏啊？你刚做的事情都是很正向。我没有，就是好孩子还是想要当好孩子。我身为一个好孩子为荣啊。本身怎么回事？你就跟他差不多吧，对不对？我至少还有想要变坏的心态。刚刚那个什么补强项、弱项，我听起来就是有啦，我也想要变坏啦，但坏不起来。我跟你讲，我是坏不起来。要超越那个坏的那个线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再把它打回来，他就是永远超不了那条线。我们这种个性就是干不了什么大事，好不好？就想一想而已，想一想。而且他体力也不是很好。现在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体力的问题？用想的就可以解决吗？你们这是深夜节目吗？有18禁吗？没有。因为他有一阵问我说：“你一次可以交往很多的对象吗？”我说：“可能有一点问题。”他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体力没有很好。”对啊，我刚刚说你可以爱上2个人吗？对啊，体力好不好？没有，我觉得爱上2个人可以，不需要花体力。不行，爱一定要花体力，爱怎么会没有体力呢？没有爱，因为纯爱不一定是做爱。不行，那就不是爱。我们正式进入深夜节目了。深夜节目正式把许一兰的形象毁灭。等一下会开始脱衣服，开始划拳脱衣服。一个人爱上2个人，不是很耗体力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真的，我刚刚突然想到，对，爱跟做爱是不能分开的。对你来说是不可以分开的。不能啊！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同件事啊？为什么？你觉得他不跟你做爱就是他不爱你？应该说，我觉得我不跟他做爱就是我不爱他啊？什么意思？因为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呀。你没有办法知道人家是不是爱你，因为他可能有各种理由。所以你在做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受你到底爱不爱他。对啊，因为爱才会想做。我们这一集就要没有做就不算爱。你知道有多少人会点进来吗？你知道芳疗师是一个接触身体的工作，我们会接触很多人的身体。OK。然后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以前公司工作，突然好期待。你知道我们去上班的第一天，就是第一天上班第一天到职现在大家找一个同学互相练习，把衣服脱光。你到职的第一天，你就脱光衣服，然后躺在按摩床上，接受一个陌生人，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大家就在那边互相的帮对方开始练习按摩这件事情，就揉。对，就是会有老师在教，不要有动作，不是，就是有人有老师教嘛，然后接下来你要自己操作，所以在第一关这一关就受不了，隔天再也不来的人
就有啊，因为你第一天你就面对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裸体哦，救命 OK， 你也可能跟一个男生搭配，那你也不管，还是要你按摩他，他按摩你，对，就是你还是要接受这件事情。第一天震撼教育，我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就是挣扎一下，到后来我很快就接受，到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就是后来有一天尺度太宽，有一点尺度太宽，有一天呢，就是、因为毕竟他想当强盗哦，就是我已经开始变老鸟，然后开始就是有新人进来，因为我们是一起的，就是新人进到这间公司的时候，然后刚开始你就发现有些人他的动作卡卡的，好像很不习惯接触陌生人的身体，我就转头跟我老板说，你以后可不可以在真人启事上面限制我们只限非处女来应征这个工作？我就说，我看他的样子，他就是个处女。你要说什么？我就说他没有那个身体的经验，所以他碰个身体的时候他很害怕。这是歧视吗？这是歧视，我就想说这段要剪掉吗？我不知道，可能不用剪掉。可是老板就跟我说不行，我就说我们以后可以限制说你一定要有过性经验才能够来做这个工作。他说人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怪怪的，对，这是个很奇怪的 criteria 啊，这个很奇怪啊。对，但是你知道那就是一个还没有打破身体的界限的人。你这一堂课的开宗明义是这个吗？我们这堂课里面会讲到按摩，但是是讲帮自己按摩对，可是你知道这个帮自己按摩也是一个很多人这辈子从来没有好好观察过自己的身体。确实我相信。所以我以前曾经就是我的前同事有2个人吵架吵得非常严重，吵到绝交，就是因为其中一个人他就建议另外一个同事说，你有没有好好观察过你的身体？你有看过你的下体吗？如果没有，你拿一个镜子去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那个被建议的人，他其实就是他就在抱怨说，我觉得我怎么每次谈恋爱都失败，我跟所有男生交往跟相处，包括跟自己的兄弟还有跟爸爸或者家里面男生亲戚，他觉得都不能相处。所以就另外一个同事跟他说，我觉得是不是你应该要好好认识一下你自己的身体。我不晓得他怎么跳痛到那边，但是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拿一个镜子照，就他们2个因为这事情就吵架闹翻，就是但是我后来是发现很多人从来没有仔细的看过自己的身体。真的吗？你芳疗会上这个课吗？我们芳疗会讲很多怎么开发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情欲，或者是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就去了解它。但是我觉得这个课程没有这个课程，当然我们还是在一个保守的范围。可是我说平常啦，我自己在上实体课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上一上就跟学生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请你回去不要跟你老公说。因为我怕你老公会来告我。指定了，你一定会有下一个阶段的课程，大家一定会敲碗说叫你上这个，敲碗要来弄一些限制级的课程，限制级的东西太可怕了，只是我们不小心就会讲到那个部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但对你来说，你觉得学习芳疗对你来讲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觉得就像来上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它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因为你有时候闻到一个味道，你可能会突然觉得说，我好爱这个味道，也有可能很讨厌它，我痛恨它。或者有些人他就闻到一个味道之后，他就开始哭，或者他就开始笑，或他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心情就跑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其实是可能你看见一个自己没有想过的某一面。因为气味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小心就唤醒一些你以前的记忆啊，还是你没有注意过的自己的潜意识，有可能啦。因为我也常常会遇过，就是跟一个人讲话讲到一半，你拿一个精油给他闻，就他就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所以我有次帮一个客人做按摩，按摩到一半，他就突然尖叫，然后开始没有穿衣服，然后就到处跑来跑去，然后你就当下你就想说他怎么办？他就是进入到一个他情绪可能有一个受不了，对，有一个触发点被一个味道或被你的按摩或总之被一个东西触发到，他就突然开始尖叫，然后跑来跑去，你就会想说我有什么方法让他镇静下来？就后来我们只有用另外一个味道让他镇静下来，就是用一种比较安神或者是比较让人放松的气味让他镇静，因为你没有别的方法，你又不是医生，你也不是心理师。当一个人他情绪突然超过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你会用的就只有你手边可以运用的这些东西。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跟我学生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以为学习芳香疗法是一个很开心，或者说啊就是很舒服啊，就很香啊，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你会有很多很痛苦的历程。我觉得我自己学芳疗的历程也是一样，就是例如说大家都很喜欢薰衣草，可是我刚开始其实我极度痛恨薰衣草，我到后来才慢慢理解那是什么原因。但是你要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开始认识你自己吧，所以就是也是一种灵魂拷问。你闻到的味道，然后有一个直觉会跑出来，然后有一个情绪会冒出来，然后你会花很长的时间慢慢去想为什么。可是那个为什么说不定要花很多年，然后你才终于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方法。完全懂。前几天我女儿她就跟我讲一件事，走在路上哦，她说：“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气味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女儿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多问她什么，我只问她说：“为什么你觉得有趣？”用问题回答问题。对，她说经过哪里的时候，她就想起我们疫情的时候，每天都从家里然后到这边，她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味道。就是他觉得那个味道是他的气味，就是他记忆的延续。可能他忘记了很多的细节，可是他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做什么。我就看着他，我就觉得说，哇哦！对自己也太厉害了。对，我心里面就是哇哦，但是我没有做任何太多的反应。我就说，我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有时候闻到下雨的味道啊，或者闻到什么气味，其实确实是会唤醒你的记忆的。这当然是有科学解释啊，而就是说我们大脑处理记忆、还有情感情绪跟处理嗅觉的区块是同一个区块。你知道，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安宁病房，对，我常常其实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这种能量上互相吸引。我有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客人或者是学生，他们家里面就有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人是有癌症的，然后可能也是在医院或者说就是在接受治疗，他就会问我说，到底可以给他们用什么味道？那你知道，如果对象是年纪比较大的，大概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最喜欢就是快木，其实就是记忆中的味道，木质调的味道，所以跟那个东西本身有什么成分或什么效果完全没有关系。它完全只是让一个人他在现在生命他觉得很痛苦，或者是他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有被拉回一个他过往记忆里面，可能一件很开心，或者说阿嬷家，或者是一个他曾经小的时候住过的房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他们一律闻到那个，无论他生什么病啊，或无论病多重，他们都会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橘子的味道，那种水果的味道，他们就会想到大家一起吃橘子啊，然后全家人在一起很开心的那种在一起的回忆。突然间明白我什么是芳疗但是当然我想说，每一个人当然他有不同的气，像你女儿真的就是嗅觉可能是蛮灵敏的，她是高敏人，很多人其实闻味道闻不出什么差别哦。可我觉得有时候是后篇的成长过程把它阻断了，因为小孩子他们其实比较敏感嘛。我们对这些抽象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觉得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相对要让我们越来越理性。对，对这些抽象的感官上面的刺激会越来越没有那么的敏锐，是真的。是啊，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就说就是内在小孩啊，保有自己的那个内在的死小孩，我其实很珍惜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让你自己一直处在一个即便没有那么社会化，但因为你明白那个社会化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我经常讲的那一句话叫做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弥天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明白那件事情，可是你还是要保有你原来最初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你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境界。如果我觉得我人生要有什么目标，例如说老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像你刚讲的那样子，就知世故而不世故，立法而弥天真嘛。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它这个境界，它这个境界，因为你必须要到达那个某个，你真的明白了，才有办法在玩什么？对，真的你要看透了它了，你要看透它，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境界。对，但我能够说，但是那也是我的目标，并不是我已经做到了，我没有，只是我一直很珍惜那个，我还是就是一个屁孩的状态。不过像知世故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比较困难啦。对不对？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你要先了解人情世故，然后你要可以回来到一个天真的状态，而不是就是进到那个染缸里面被大家一直染到就是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回归天真状态。哇，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做不到，所以才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我想要的状态。我应该是说都没关系，这个世界上99.9%的人都做不到啦。对啊，就我们每次在看很多社会案件的时候，然后不是就是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知道说，因为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其实这个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然后每一次我们在聊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会互相回到一个状态是，会不会我们这样想，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社会化的一个想法。已经可以这样想了之后，就代表你已经世故了。对，你是一个世故的大人，你是不是已经世故的大人了？对，像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变这么大的大人，对，我也想要当一个小孩啊，在看为大人、亲大人、亲大人。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是当你自己把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世故的大人的那个想法讲完之后，就会回到一个如果我是一个屁孩的时候。对，所以说不定大家其实都是屁孩，只是那个屁孩是几年级。对啊，是啊，幼稚园、小学、国中跟高中都是到高中都是屁孩，对，然后大学都是屁孩，对，然后你就算念到大学，你也没有比较厉害啊。世界的政治是掌握在几个重要的领导人手中，但他们都是屁孩，他们是屁孩，真的，是想国家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屁孩。川普有比较不是屁孩吗？川普就是屁孩，没有比较不屁，对啊，也是屁啊，对不对？是，就想一想就觉得说我们也好蛮多的，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屁孩。哇，我们这个结论居然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屁孩，然后跟这一期就是叫屁孩，屁孩，人不屁孩枉少年，枉中年，枉老年。对啊，川普都几岁了还是屁孩啊？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大人？有假装的大人啊，大人其实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啦。你觉得你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其实你不见得真的想要做那些事。所以这都是几梯的问题，他梯比你前面要叫学长或者学姐。你因为你被叫学长了嘛，所以你要装的像个学长一样，但你殊不知你跟刚进来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差别，其实没有绝对的大人。但你今天没有问他那个你最常问的问题，哪一个问题？对你来说爱是什么？对啊，真的假的？这样问这个问题，我经常性的在问，但我觉得今天问他这个问题有点狠。不会啊，我前面已经问了非常多冒犯的问题，那你可以再问，你可以认真问一下，快点。你要吸收我的什么东西？能量？问一下，你是吸我？问一下。你都怎么问？你都怎么问？对你来说，爱是什么？爱像什么？你确定你要讲？我把它剪到片头，可以，我把不行，不要片头了。可是刚讲到说有没有什么遗憾？你现在讲，我突然想到，我有唯一的一个跟妈妈之间的遗憾。2020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安排了一个家族旅行去埃及，但我们1天就回来了。去埃及只有1天。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去之前，就突然发现我妈妈她有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就是肚子越来越大，很像是有肠阻塞的问题，这是癌症病患常出现的问题。但是她就说，她觉得她这一生一定要再去一次埃及。她以前去过1次，但她觉得说，她也想再去看金字塔。那我也没有去过埃及嘛，所以她讲的时候，我就很想完成她的心愿。所以他一直哀求我说他真的很想去，我就说好，我就说我们赌赌看，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就要回来。就去了以后，马上他状况就不好了。我们已经踏上开罗的土地，但是我们马上要回台湾，然后那个过程当然也是非常的辛苦，就一路他都非常的痛苦跟难过，然后跟一下飞机我们就马上救护车，然后什么什么一路到荣总住院以后，整个医院每次遇到我们就你们就是那个去埃及1天就回来的人哦，对对对，是我们是去埃及1天就回来，所以我后来想说，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我都还没有看到埃及耶，是我。是你的遗憾。对，因为他已经去过埃及了，然后他完成了他的心愿，就他又再度踏上那个土地，踏一下，然后就回来。然后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未完成，就是我有一个旅程，一个地方，我只去了1天，我就回来了。等一下，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这个未完成是你没有跟你妈妈一起完成，还是你个人没有完成？我没有跟她一起完成。但是我也是想过说，所以我日后会想要完成它吗？还是我会想要把这样的一个遗憾永远放在那边，让它变成是我生命当中觉得，你会觉得是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 unfinished 的东西，可是它就一直在那边提醒你。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决定，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我要永远的未完成，还是我有一天会想要去完成它？对，我是说，你说有什么遗憾？我觉得这个遗憾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卡在那边，就是一个没有完成他的心愿，也没有完成我的心愿。然后，但是这个心愿最后要怎么结束他能完成吗？对，他能完成吗？还是我要让它变成一个这个世界地图上面一个我永远不会再去的地方，或者是说完成了，但还是留有遗憾？说不定这也是一个方法。不晓得，不晓得我不晓得对，这真的不晓得，真的不晓得